们来看看哦，现在这个中国大陆跟美国持续斗法中，两边都想要交朋友。美国拉拢一些国家来反中，那中国大陆也想办法要突围。我们看到波兰总统今天就访问中国了那你可以看到呢，前一阵子还包括德国的副总理哈伯克也访中。波兰总理杜达访中是在这个22号到26号，而越南总理范明正也即将其实今天已经启程了，24号到27号访问中国，两边都在拉帮结派。那我们先来看看波兰总统访中国这件事情，今天他登陆了会晤习近平，会谈将涉及俄乌战争的议题，因为毕竟波兰接受了很大一批乌克兰的难民，他也跟乌克兰接壤。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包括波兰总统抵达的时候，导播让我们看到的画面这个中国的副外长邓丽在机场用红地毯来迎接杜达在访问期间将与习近平以及李强会面，并且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5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这是一个经济的论坛。而另外呢，包括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习近平就对波兰进行了国事访问。2022年，杜达来中国大陆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之后，两国的元首再次的会晤，已经睽违了2年多。而另外我们看到呢，这个杜达他自己说，他说波兰应该在东西方之间实行明智的平衡政策，因为这会给我们带来好处。可见一方面他在欧洲国家欧盟他当然支持欧盟的一些政策，支持乌克兰，可是在一些商业行为上面或者是贸易国际上面呢，他有做出一些选择。而另外我们看到中波的经济关系蛮密切的因为波兰是最早跟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的国家之一，大概有90%的中欧班列会过境或者是抵达波兰。波兰也是作为连通中国和中东欧地区的交通枢纽位置也越来越多的中资的企业在波兰生根开发市场，投资的这个资金累计已经超过了40亿美元。而这个我们看到波兰总统访中之前呢，中国吉利汽车跟波国也讨论了电动车的设厂所以我们看到波兰国家资产部就讲说，已经在初步会面了在跟吉利汽车未来也在讨论说在波兰要建立电动车厂，而且已经展开建厂的评估工作了。整个欧洲我们看到呢，必须讲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算计尤其是在跟中国大陆贸易或者是交往方面有各种不同的调子。那欧洲借着关税抓牢中国吗？我们看到包括中国震撼弹 2.0， 欧洲更加抓紧中国，这跟美国其实大大的不同我们看到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说欧洲官员对于中国电池厂像是宁德时代的投资以及电动车这个企业比亚迪在匈牙利，奇瑞汽车在西班牙的投资都很欢迎都希望他们来这边设厂所以如果欧洲的汽车还跟中国深度的整合，可是美国却完全跟中国脱钩就会导致欧盟跟美国之间的双边紧张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情势正在发展当中。另外我们看到过去中国大陆跟美国的人才的交流其实蛮密切的那也很多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到美国去留学，可是现在出现了一个状况，很多中国大陆到美国的留学生或者是访问学者突然好像被留置调查，在机场就被关进小黑屋里面诘问质问你的目的各种的这个质疑。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这个北大教授就讲说，上一轮的全球化已经结束了，中国大陆的全球布局持续扩张。因为我们看到过去呢，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产业链看起来全球化这个风潮已经结束了，那产业链要重新布局了。重组产业链里头，中国大陆很有自信。这个学者就说，这是中国大陆企业的重新布局而已。所以呢，中国大陆的这个企业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只会上升，不会下降，这是经济学原理。他们非常有自信而欧美他想要抵制低价的电动车，因为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很便宜嘛。可是中国大陆恐怕已经进入另外一个境界了。
如果你在中国大陆生活，你可能看过或听过像这样的事情，低空经济啊，而且已经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了。他们说，2030年5年之后要达到人民币兆元市场的规模，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1000公尺以下的低空空域，你可以用无人机呀、收快递呀、送快递呀。所以我们在 TVBS 的大楼打开我们的窗户，可能你这快递的这个无人机就飞进来，我们就可以接收了哦。还有另外一个空中计程车、无人计程车哦，像是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有一些这个航艺智能这家企业在圣城麦加完成了沙国的首次无人机驾驶空中出租车的飞行，不用有人，它就可以让你在空中进行空中交通的往来，所以我们叫它空中计程车。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自主研制的 HH100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验证机，也在陕西西安完成了第一次的飞行试验。所以未来这个新世界，我们看到大家都在准备。亮哥，你怎么看？像是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或是封锁战，或是科技战，可是欧洲大陆现在各自也有各自的号，一个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来请教亮哥。因为欧洲并没有要跟中国争霸啦，所以他们不会像美国这样什么都要制裁中国、抵制中国嘛。而且这个事情你是挡不住的啊，而且有些国家已经被投资了，比如说匈牙利啊。匈牙利宁德时代，实际上不止宁德时代啦，它根本就有一个电动车的电池的一整条路啦，听说有将近100里耶。哦，这么长。非常多的公司都在那条路上啊。那现在又要去投资汽车城，所以欧洲有些国家当然会想啊，说啊，与其我制裁要加关税让你进来垫高筹码，那不如我邀请你来投资，那我还可以创造就业。那赚到钱，在当地设厂，那中国大陆也愿意啊，所以就传出这个是波兰嘛，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传出来是西班牙，他欧洲主要选不同的点嘛，奇瑞汽车，对，那事实上中国很多牌子都进去了啦，事实上目前中国的电动车回销出口到欧洲，事实上有将近60%是欧洲的牌子。这大部分都是德国公司的，对，所以你德国也说不过去啊，你来我这边合资，回销你又要加关税，这不是神经病吗？所以大家都在找方法啦，因为7月4号欧盟那个关税才实施嘛，所以现在在瞧啦，瞧就说，你猪肉关税不要那么高嘛，乳制品不要那么高嘛，那我电动车也可以降一点嘛之类的啦。那我觉得主要的就是。欧洲各国，尤其这次选举，欧洲议会都是右翼崛起嘛。那右翼更在乎他个别国家的利益了。是啊，那波兰在这里很容易突出，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东西的统一之后，那东欧几个国家都变成德国的供应链啊。那波兰就是首当其冲啊。是，所以波兰经济发展得相当不错啊。那成为德国的供应链，自然就会有中国供应链了，因为德国企业在中国大陆大量投资啊。对，所以波兰跟中国的贸易额现在大概是420亿美元，其实已经算不少了啦。那双方当然还在找各种投资这个合作的机会啦。我是认为啦，这个电动车这一块，欧洲应该会选择跟中国合作啦。因为对欧洲也是有好处，而且主要是因为欧洲那个节能减碳是既定的政策，不像美国还有可能反复。是，比如说川普上来，搞不好又反复了。对，而且美国人事实上有很多州并不喜欢电动车，他们喜欢石油车，他们喜欢油车，对，开起来比较有感觉。而且因为它地广人稀的州很多嘛，所以跟欧洲真的不一样。所以我是觉得。电动车这个议题符合欧洲的节能减碳，那也符合它长期想要的发展的绿色经济，也符合它的地理的情形。对，所以我认为最后欧洲会选择跟中国合作，是也包括太阳能呐，也包括太阳能。来，请教舰长。虽然美联社在访问
波兰总理的时候，他说他其实这一次到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会跟习近平主席讨论有关于乌克兰和平议题，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只是一个话题而已，但是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波兰的国内经济的问题啊。那国内的经济的问题，我们这样子讲啊。波兰其实是中国“一带一路”在欧洲最大的一个合作国家，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一个成员啊。那我们大家其实一般来讲不太注意有关于中国大陆跟波兰之间相关的经济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其实波兰它有很重要的就是有关于铜以及铜制品的部分。那其实它有20%的出口都是到了中国大陆啊。那另外还有其他的机械设备，就是刚刚郑亮老师所说的，以及零组件的部分。另外还有一点什么东西，也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对于从国外来的这些食品啊，总是有一点好奇啊，那会想要尝试，所以其实波兰它也有非常丰富的乳制品啊。那这个中国是波兰的第3大市场啊，那也就是它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工业产品之外，其实它还有提供非常多的这些农产品的部分。那至于说电动车的部分啊，电动车的部分，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最重要的，也就是波兰总理要到中国大陆讨论的重点之一。我们大家还在讲，他这个总理还没有到达中国大陆的时候，其实波兰已经在跟那是哪一？吉利汽车，他已经在讨论设厂的问题。那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看到有关于说宁德时代或者是比亚迪都在匈牙利设厂，然后得到很好的一个成效的时候，那当然波兰他也想要赚电动车的钱，所以他也做了他也想要让吉利汽车跟波兰合作啊。合作之后，他当然不是整车输入啊，它就是做零组件，还有最重要的有关于电池的部分。电池才是电动车的真正的核心啊。那当然啦，很多人说中国大陆的电动车有非常多的补助，但是那个是以前。那一路过来到现在为止，它这么便宜的价格，其实即使是拜登你提高了100%的关税，还是比美国出产便宜得多。全球的这个供应链重组我们过去常常听到这4个字，可是中国大陆自己很有自信的说，中国不会缺席啊。他当然要有自信啊，他怎么能说我们完了死定了？他当然不能这样讲啊。那当然人家也是有在积极布局这些东西，所以你看中国大陆其实他厉害是厉害在哪里？因为他政府一声令下之后，他整个产业就开始转型了。你看他最近这10年，他把很多他过去的传统产业几乎都淘汰掉。所以那个其实也造成他们自己内部非常大的冲击啊。我们之前就看到像深圳啊一些地方突然之间就变鬼城了，对，然后就完全没人了，然后整个产业全部重新清洗一遍。那当然也是因为中国大陆特殊的制度才能这样干，一般国家也不可能做这种事情。你光是这样的话，台湾这样做大概早就政府就翻掉了，对啊，所以这也是他们的特殊体制所造成的一个结果。但是也造成他们的产业的韧性会变得很强，而且可以随时因应整个世界的布局。那现在对电动车、新能源车这一块来说，我认为跟中国大陆合作是欧洲最好的选择，也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法令限制只剩11年了，他们就要全面放弃燃油车。是，那你只有11年的时间，你又要大规模把它全部都换掉，你不找一个便宜的来源，难道靠欧洲自己做的那个东西，怎么可能达成这个目标？根本不可能嘛。那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他们的隐忧，就是因为11月的选举。很可能川普会上来，那川普只要一上来，川普是一个超级保护主义者，他已经讲了，他一上来至少所有的关税全面性要加10%以上，那这个对欧洲会造成重大的冲击，所以对欧洲来说，与其始终跟美国站队在一起，不如趁时间还允许的时候，跟中国大陆做一些更深的布局，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所做的一个选择而已。那只是呢。中国大陆有的时候它的进程是进程到快到让
让你觉得他们这样会不会过度冒险？比如说他们提的这个低空经济，低空经济其实他们2年前就提出来，然后他们很快的一直不断在布局，在做实验。实际上去年我们就已经报道过了，那无人计程车就已经在试行了。对，那今年他们就直接在沙特阿拉伯也来弄了。是。那问题是，低空经济当然会有它一定的市场，可是你说在短短的6年之内，它要达到上兆人民币的市场，其实我觉得这恐怕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因为其实你说单以技术本身来讲的话，其实你会做无人机，你说有无人的计程车什么都是差不多类似的东西，但问题是无人机里头坐的不是人，无人计程车里头有人要坐在里头，那个差别就非常非常大。看谁很勇敢可以去做。对，因为你说无人机掉下来就掉下来了嘛，没有什么大不了。对啊。那你无人计程车只要有掉下来一次，恐怕整个市场的冲击就会非常大。对。所以我觉得进展是不是有如大陆所设想的这么快，我是存疑的，还要看它后续的发展为何。是没有错。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事情或是条件哦，可能还是要这个你的想象跟实际的进行可能会有一些落差。就拿这个太空站来说好了，中美一直都在竞逐。那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大陆这一个部分，中国大陆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第一次10公里的垂直起降飞行试验已经成功了，这也是中国大陆自主研究的深度变推抑氧甲烷发动机在10公里返回飞行中的第一次应用。看起来他们又成功了一次在做这样子这方面的一个实验。而另外嫦娥5号的成果呢，这也是中国大陆看到的他们传回来的消息，就是说第一次他们的科学人员在月球的土壤里面发现天然的石墨烯。石墨烯是干嘛的呢？它被视为下一个世代的黑科技新材料因为它的高吸收电磁波的特性厚度很薄，却比钢铁硬度100倍所以被很多人认为这是未来科技上面一个很好的材料。而另外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太空霸权，他们呢也发现了包括呢稀土金属还有氦可以用来为核融合反应提供动力另外也有制造火箭燃料的元素。他们认为在太空里头的月球都蕴藏着有丰富的矿物，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他们不断的在执行嫦娥5号、嫦娥6号，未来北京还要计划2028年执行嫦娥8号的任务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太空的竞逐如火如荼。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它发展太空的任务已经比中国提早很多，可是最近好像有一些瓶颈或是有一些失误，包括你看到 NASA 跟波音合作的星际客机在5号发射升空，本来预定应该在13号要返回地球，可是这2名太空人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燃料这个有一点外泄漏的问题。那现在报道出来了，说波音明明知道气体外泄，就这一艘星际客机有问题可是还是让这2名太空人升空了现在被迫滞留。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记者也跑去问 NASA 了 ，NASA 说是会晚一点回来啦，可是不会回不来。听起来，如果是他的家属，可能会很担心那过去有这样的例子，去年年初的时候呢，俄罗斯就救援太空船与 ISS 对接把美国的3名太空人给接回来。那未来在外太空会不会要靠其他国家帮忙把这2名太空人给载回来呢？而另外我们看到我刚刚说到的美中因为敌意升高的很严重所以美中2国的留学生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少。包括您看到中国大陆的学生到美国去会被留置在小黑屋，像这样子的报道越来越多遭到盘查留置在机场。那有一些留学生就说，我6年没回国了，因为他怕一回去那回到北京家乡，一旦回国再入境美国会遇到困难或是被刁难，所以干脆就不回去了。那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的留学生一样跟中国留学生面临的状况一样，美国到中国留学的留学生越来越少，是锐减过去我们知道在美国有很多汉学者，中国通对中国非常了解的学者，中文讲的也非常好，甚至能说能读能写，可是现在越来越少了，因为可能美国
也不想到，美国人也不想到中国去留学，所以你看到新一代的汉学家恐怕会面临断层。如果这两国对彼此越来越不了解，那未来恐怕会更危险了。来，请教亮哥。不会啦，美国不担心这个啦，不担心啊？因为华裔有500多万人呢、哦，对呀、那他们会讲英文呢、对不对？可是他们了解中国吗？我那个很多是在美国长大的啊。我现在是理工科的学生啊，你说他去美国又要在 AI 的领域就业，那我是劝他根本就不要去美国了，不要去美国。不要去啦。我跟你讲，未来10年中美的 AI 的争霸一定会非常激烈啦。你会两边不是人呐、你比如说你去美国的某个机构上班，你到了某一个天花板你就上不去了啦，因为人家他觉得你是中国人，会怀疑你对嘛，忠诚度。或者是你的朋友圈啊，是毕竟都是大陆人啊，这是很难避免的啦。这个美国在历史上发生过好几次了，你也不要以为只有这一次了啊。那事实上，美国人的警戒心更强。现在美国人到中国大陆留学的不到500个，好少，中国大陆到美国还有20万呢、那还蛮多的。所以我说，中国大陆人自己要想清楚了，就是你如果不是理工科，我是没意见的。可是你如果是理工科，那你说你未来，除非你跟大陆都没有关系了，不然一定会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状况啊，因为美国发现你追越近的时候，它会越敏感，那各种管理啦、监控啦，就会越来越严重啊。那事实上，在去年就已经造成他那个千人计划，不是后来有1400个人受不了就回去了吗？对那些都已经是学有所成的人那更何况是刚要崛起的人，而且未来我认为中美关系科技战科技战只会更严峻因为会越追越近嘛，越追越近，你去想一想，美国那种国家会是什么反应嘛？一定是歇斯底里了，因为当年那个苏联发射原子弹，还有苏联发射那个 Sputnik 人造卫星，美国那是恐慌成什么样子啊？因为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嘛，因为他就认为是争霸嘛，所以他就会无所不用其极啦，开始监控你啊，怀疑你啊，干嘛所以我真的是在这里，如果有大陆想要去美国学理工的，我建议你们根本就不要去了你一定会碰到很多问题的啦这个美国我保证我比你还了解了。亮哥的预言，一定非常严重的啦。你看美国人怎么看待中国嘛？现在去大陆留学只有500个人呢。对，你看他们的危机意识有多高？所以你觉得这是美国政府刻意不让他的留学生去，还是留学生自动不去中国？应该是自动不去了。自动不去，就是美国那个社会就一下就那个氛围那个危机意识，你去看他的媒体嘛，他的媒体这么发达，那几乎对中国的讯息都是充满危机意识的，是这样的一个讯息嘛。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美中的竞逐是全方位的，包括在太空。我们现在看到的太空战，到底谁更胜一筹呢？请教舰长。我们如果说看到那种可重复使用的这种运载火箭的话，的确我们必须这么说就是 SpaceX 它是先驱那但是呢，先驱你不一定永远跑在前面，为什么？因为有后进者优势。我们看到现在这张图呢，其实也就是他们的这个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重返的时候，然后最后推力回推的时候的一个状况那它其实呢也用的就是很像 SpaceX 的那种技术。为什么？反正你游泳我也游泳我看你已经这样使用了，那既然这么好用，我也继续但是它的功用到底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讲到这个真正的Starlink 开始爆发性的开始使用，就是这种可回收的运载火箭开始投入实际上运用的
时候啊，我们这样讲啊，如果是以这个1980年代它的那个使用运载火箭每公斤的成本呢，在8.5万美元，发射成本已经低到只有1410块美金了。也就是说，它的成本大幅下降了，而且可以重复使用的时候，这个原来太空的运作就变成可能。我们以前讲到的就是之前呢，在嫦娥5号他们所挖出来的那个月壤，就是月球的土壤里面发现有水，现在发现是有石墨烯的存在。石墨烯的存在其实就是这一张图，它的结构跟石墨烯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石墨烯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大家不要因为看了太多的这广告，石墨烯做什么塑形裤啊、棉被啊、护腰啊，它最主要的不是做这些啊，它最主要的是因为它的分子结构，因为它的分子结构具有相当大的延展性，所以它可以分散这个应力。当它遇到这个冲击的时候，它的应力可以支撑，所以它作为复合材料。那它作为复合材料除了我们刚刚讲应力的部分之外呢，事实上它还可以吸收电磁波。那它吸收电磁波，那就是现在大家最常讲的有关于逆中的部分。逆中的部分呢，它可以吸收电磁波，然后也就是它可以大量的在战机上面，或者甚至在各种的军用的用品上面所使用。所以现在大家在那个月壤里面发现这个，也就是说，月球帮我们地球上的人类储存了更多的一些矿物啊。那当然，我们之前讲的水，它的重要性，也就是人类可以在上面生存，然后生存之后来挖掘这一些，无论是稀土或者是石墨烯。是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最后时间留给彬哥。我觉得中国大陆当然在太空的领域上，它是一直按部就班的在发展。那它最近这几年也开始在实验它的重复使用的火箭。但我必须说，这只是初步的成就，要追上 SpaceX， 当然还有一段路要走。那可是它在登月这方面也是蛮稳扎稳打，就是它把时间拉得非常非常长。它要到2030几年才要真正的正式载人登月，所以它是不急就慢慢弄。那现在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他们现在反而对他这个登月挖出来的这个土壤啊，这个论文到底要用中文登还是英文登？大家在想，因为你用英文登比较会被全世界看到。对。那可是中文登好像代表了中国人自己的骄傲嘛，也可以提升中国那种科学期刊的质量，所以他们自己也在挣扎。但是我觉得，希望他们在科学发展上还是尽量以整个人类的福祉为观点出发，因为我个人是认为单独一个国家想要在月面建立基地，恐怕都是要几十年以后才有可能的事。人类想要快速在月面建立基地，最快速的方式应该是大家一起合作。对，你要合作，大家彼此这样弄。你看，现在在国际太空站，你美国的太空人，你现在就是可能就必须要靠俄罗斯人才回来，对啊，就卡在那儿。对啊，那你说，难道俄罗斯人突然之间就说不行，你美国对我不好，所以我不载你回来，把他拉在这也不行嘛？所以我觉得至少在太空这个领域上，大家是不是还保持一定的和平？那我觉得接下来甚至因为未来国际太空站可能会除役，然后剩下的可能只有中国大陆的太空站。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亮哥生日快乐！谢谢。今天是亮哥的生日，谢谢。接下来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对岸的军事干扰或者是灰色地带的作战没有停歇。我们看到国防部告诉我们，在昨天中共23架的战机四面围台，只剩下东南的空域有较大的空隙，其他的部分3面都把你团团的围住啊。我们看到国军呢侦获这30架解放军机出海执行夜战行动，它在晚上往
在晚上操兵哦，配合船舰执行联合的战备警巡。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哦，我们看到了包括中共的直升机在台湾的周边长途飞行。最近离我们基隆只有45里哦。我们看到南北以及东北部南北以及东北部都有从共舰起飞的直升机，因为它军舰在外海嘛，然后从这个舰艇上面起飞各一架侵扰。而且呢，离我们基隆这么近哦，离南部的鹅銮鼻也很近，大概只有55里哦。路透社就讲哦，现在台海的紧张形势，所以他说我们台湾的军队啊，还有过去的军演呢，应该或者是未来有可能会要做模拟实战来因应中国的敌情威胁升高这个是来自于路透社的报道。他说，空军为固守台海第一防线，提升空军飞行员的夜航作战能力从今年3月开始要恢复跨子夜实战化的飞行训练，晚上12点跨子夜的一个飞行训练，所以我们该紧张吗？而另外，我们的国防部部长因为是文人部长，是不是对这个军队或者是很复杂的军情不是很理解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呢，25年来头一遭，参谋总长要陪着顾立雄，礼拜3的时候到立法院来报告于是就网络上有很多网友就说：“哎呀，军事太专业了，顾立雄可能回答不了，所以找参谋总长来相助吗？”而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当然在台海的这个紧张局势里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华尔街日报》就评论了，他说台湾希望打造无人机队，可是现在有一个大挑战，因为大部分的供应链或是无人机都是 Made in China 所以我们台湾在加紧脚步打造无人机队，以强化国安。可是现在在未来战场上面举足轻重的小型的平价的无人机，大部分都是中国做的所以我们真的现在看起来有一点点遭遇到了瓶颈。而另外我们看到有很多东西都是讲求这个价值或者是你的这个成本。两岸如果打消耗战，那你要消耗多少东西？包括人力，包括物力。美国对台军售的弹簧刀等2款攻击无人机，一共116亿，非常非常的贵。那当然它是高阶的，可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有大批的便宜的无人机，而包括以色列、伊朗都很多低价的无人机，这么便宜，如果他们大量投入在台海的战事上面，可能发生的战争上面，那我们怎么办？成本这么高。那另外我们看到美国智库说了，他说台湾有事可能不等于澳加日英有事喊得震天嘎响的这些口号恐怕不会成真。他说积极军事介入两岸冲突的可能性很低，这是来自于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这个评论和分析。而另外我们看到呢，最近中国大陆跟菲律宾有很多的争端嘛，那美国也这个加入这个谴责中国大陆的行列那我们看到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史密斯他说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有新成立一个叫做滨海作战团，它本来就有了那就是为了要对付解放军，而且未来也有要在关岛这边再放置。如果不想要船舰被击沉就撤退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这个喊话。那另外我们看到小马可仕，他是菲律宾的总统他说我们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吓倒或欺压，我们在菲律宾史上从来不曾向任何外国势力屈服，看起来也是针对中国喊话。南海局势不断的升温小马可仕又说了，我们菲律宾没有这个意愿挑起任何的战争所以我们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争端。在军事对峙这样子的高张力的强度之下，我们看到菲律宾还是想跟中国做生意。菲律宾的经发局局长就讲，为了经济增长，所以菲律宾需要获得投资还有出口，对来自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的投资和贸易持着开放的态度，希望政治跟经济可以脱钩，可以分开，这样可行吗？来，先请教亮哥，怎么看解放军最近的动作？有人说，包括围台的这些这个直升机，现在也来了。
我现在大概各种机型可能都会陆续出现了。事实上，它已经连续大概6月17一直到今天都一直有直升机啊，不是直升机了，就是一直绕台了，一直绕台。所以，因为这个部分要请我们舰长分析啦，就是它确实轮着绕台，那每天都有不同的组合啊。那我想那个应该有特别的意义了，不过就是我们也无可奈何啊，因为它也没有进来，对，它就在你周边那至于这个美国的这个，你如果要用那个弹簧刀啊，我不知道这个，我想没有人在用美国的无人机在打仗的啦，因为它太贵，太贵了，太贵了因为事实上，如果按照美国印太司令那个 Paparo 讲的是要上千架，而且还有无人艇、地狱景象，还有水下的潜艇，是不是？对，那根本就是吹牛啦，因为弹簧刀它的航程最多10公里，哪有什么地狱景象？就在你台湾周边的10公里啦，什么地狱景象？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坦白讲，我们最近的军购是有点乱比如说这2款无人机。请问有没有做建案？有没有做过预算的评估？然后决定采购？这个我认为立委应该要去质询国防部啊，不然是美国塞给你你就买吗？好像是这样。那个去年我们看到蔡英文上赖清德也去过啊，那个嘉义的无人机的生产基地，对，我们台湾的牌子也越来越多啊。那你又买这个是要干嘛？我跟你讲，我听到的消息是，根本就是美国要塞货给你。因为这个在乌克兰，今年《华尔街日报》，我记得是《金融时报》啦，《金融时报》今年《金融时报》4月10号就特别写这款无人机，说在乌克兰战场证明毫无用处，又贵。所以乌克兰不要买嘛。他们不要买，就硬要我们买他就要塞给你嘛。我觉得这种问题都没有人在回答嘛。对。那为什么？事实上，我跟你讲，这个跟我们以前我们自己熊2、熊3也做得不错这个兵哥比我还了解结果后来不是买了一堆鱼叉，对，就占掉了我们的熊2、熊3的预算嘛。我觉得这个很像。就有人要塞货啦，而且大家也要去了解一下购买的价格啦。我听说它的价格比国际行情要贵非常多啦。所以这个到底有没有人在赚钱呐？包括美国的国会议员因为他根本就是把库存货塞给你了这个东西过去也发生过了，你还记不记得那个火山布雷车？美国要卖给波兰跟韩国，他们都不买啊，他就塞给你啊。那火山布雷车难道不是城镇战的一环吗？就登陆的时候要用的啊，在沙滩上。是啊，所以我是觉得有很多问题这个当然不是辜立雄任内的啦。是，蔡英文在第2任的时候就不断的被塞货了。我说实在话就是这样了，就我们的这个军购有没有完整的自己的逻辑啦？比如说你如果要采取李启明将军的不对称，那就照他的逻辑去买嘛。他那本书我也看他希望能够买小的炮艇之类的然后可以比较致命灵活，然后随机可以那个有机动性嘛那我们是朝这个方向在布局吗？或者说海陆空各有一些建案在买吗？因为我们买的东西真的是互相矛盾非常严重比如说你买那个 M1A2T 那个坦克车，那怎么机动作战你 M1A2T 到时候中国大陆如果用无人机，搞不好都整个把你炸掉了。事实上，乌克兰战场就已经证明坦克车是很容易变成无人机的目标就开罐头，就直接被炸掉了直接被炸掉了嘛。所以我觉得这整个建军采购给人家感觉是一下要买大型的，一下要买不对称的然后就随时里面有一些人就把货直接塞给你，对，很混乱。到底哪些是我们需要的这个逻辑性应该要一致才会对我们的国家好吧？请教彬哥怎么看？我觉得现在老共看起来就是非常有目标、阶段性的，他就是
有的时候是晚上，有的时候白天，他在24小时各个时段，他不断的在台海周边进行各种各样的演练，就是为了将来万一双方真的起战争、起冲突的时候，他在这个空域，他在这个水域附近，他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战术，他就不断在演练这些东西，然后也顺便看看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所以我觉得情势是非常严峻的。那我也不知道，因为已经问了很多年了。我们的国防部好像也不知道要提出什么样的一个因应方式，好像我们就是退缩、退缩再退缩，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结局到底要怎么办，就任由对方再把我们周边全部都试探完了，然后把主动权全部都让给对方，然后我们就只能等着挨打，是这样吗？我不晓得，所以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状况。那国军说，我们今年3月起恢复职业实战化飞行训练，所以我们以前放弃了这件事吗？好像是，对，因为他说恢复嘛，所以我就觉得，那以前你的想定是对方不会从半夜来偷袭你嘛，所以这个蛮奇怪的，这个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去演练，我是觉得非常诡异。那顾立雄对军事本来就不熟悉，他接国防部长的时候，他也讲得非常清楚，他就是帮美国人来盯着军购，他就是来做这件事。那现在美国人显然就是要顾立雄忠实达成任务，就是美国要塞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就由顾立雄负责给我们的军方，我们军方就负责接收，就是这样。但是说真的，我们到底想要打一场什么战争？顾立雄到底有没有概念？梅家树到底有没有概念？赖清德到底有没有概念？我觉得我们整个战术想定是非常重要，因为美国人也随时在变，今天这个，明天那个，他到底想要干什么？那如果我们真的是要走无人机这一条，其实无人机在战场上确实有它一定的效用，可是我们不要说去什么对岸是无人机大国，确实是没错。我们台湾也有很多商用无人机在全世界各地在卖。实际上乌克兰战场上也有台湾的无人机，有一些台湾的商用无人机被改造丢入战场上。那我们为什么不培植自己的厂商来做这件事情？我就不懂啊！明明我们有能力可以做，为什么不做？那硬要去跟美国买这种高价，而且在战场上已经被证实无效的东西，我就不知道我们当这个盘子到底要干什么。那至于兰德智库讲这个，意外吗？我们已经讲了多少年，就告诉你，他们不可能来嘛。你自己想想，别的不要说，如果你是澳洲，你愿不愿意因为台湾有事，你要来打一场战争？而且这场战争可能会演变成世界大战。你是澳洲，你愿不愿意来？你是加拿大，你愿不愿意？你是日本，你愿不愿意？人家安倍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一直就是你台湾如果出事，我日本就要小心了，我可能要撤侨，我可能要警戒我的周边。人家从来没有说过要来救你，这根本是两回事。所以现在很明显嘛，美国既然希望台湾要打一场城镇战的话，那台湾要有自己生产武器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才最重要。也就是应该以后我们要争取，你美国要卖东西给我们可以，那你就要授权我们生产。你要让我们自己有，不然的话，到时候我们被围住，没有人来救我们啊。我们自己如果又无法生产，那我们不在那边等死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那至于美国这个海军陆战队司令这史密斯哦，我觉得他很好笑。你忘记你是陆战队司令，集成船舰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负责登陆去打陆战的，干你屁事。好，舰长怎么看呢？我们首先先看到就是最近大家都在讲四面围台那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很久了，只是大家现在开始重视。为什么？因为其实从2022年裴洛西离开台湾之后的环台军演之后，解放军就一直是如此，那个叫做联合战备警巡，只是现在的数量变多了，越来越多。那到底为什么越来越多？因为其实前一段时间不是在联合利剑2024A 吗？他们其实中断了原来的训练流露，他们现在在补功课，把功课补回来。那在台湾周边训练，就像刚刚郑亮老师讲的，他其实他是要测试我们台湾的应对，以及我们的直管的能量到底是多少，因为我们都一直在做1:1的并航监控，就是他来一架我们就起来一架。那然后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将训练的战机转用的，也是它的焦点就是
也是解放军观察的焦点。至于之前印太司令帕帕罗他讲到地域景象，地域景象有潜舰、有水面舰，还有无人机。可是他讲了另外一个重点，大家没有注意到啊，什么东西？他讲了说让美军获得1个月的一个时间。为什么他要1个月的时间？实际上来讲，就是美国的军舰它要跨过整个太平洋，从圣地亚哥，或者是从布雷默顿这军港到台湾这一岸呢，其实如果我们看，在2022年，其实林肯号做了一个示范。这个示范是什么？也就是它中间不靠夏威夷，也不靠关岛，它直接来多少时间？21天，21天再加上它战机整补的时间，就是1个月。那至于说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讲说有关于无人机的部分，去年航太展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说我们台湾的无人机只会飞，其他的什么都不会做。那个时候大家不相信，现在很多的报道都证实了我的说法，然后甚至连赖清德总统去看的时候，都发现 Made in China。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在做无人机的时候，它已经达到了一个规模经济了，它当然什么东西都便宜。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做，那就是非常贵。你看看 IDF 就是这个状况。那我们现在讲到说有关于 Optimus， 或者是我们看到弹簧刀要卖我们有想到一件事情吗？你有想到中科院的感受吗？怎么说 ？Optimus 当初就是瑞渊2要做这件事的啊，那瑞渊这个是中科院做的啊。现在你买了 Optimus， 你还可能做瑞渊2吗？你就不可能了。你当初有这个巡飞弹，也是中科院做的啊。你现在又买这么贵的弹簧刀，你还可能做吗？你又不可能做了。这个就是当我们做了 IDF， 美国就卖 F-16；当我们有了熊2，美国就卖哈碰。当我们有了天宫，美国就卖爱国者，一直都是如此。至于美国的无人机长怎样，刚刚郑亮老师讲的就是这篇报道，《华盛顿邮报》4月14号的报道，他就在讲为什么没有办法扭转情势，为什么最后乌克兰通通回头去买大疆无人机，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难改，而且它很容易被俄罗斯干扰，然后 GPS 无法运作。它无法运作之后，它只相信 GPS， 它不用北斗，它不用 Gronis， 它不用伽利利欧，结果就变成那个无人机就变成坠机了。这个就是真正的问题。我们还要继续买，你有完成作战需求吗？你没有，你什么都没有。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只要塞给你什么，你就买什么。那结果最后没有办法统合运用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子弟在战场上挂点。如果真的是已经确定在战场上无效的武器啊，真的就不要再买了。我觉得它容易故障，然后又很难修了。对，就是这样啊。对，而且刚刚讲到嘛，就是 GPS。对，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如果说在立法院，可能我们的立法委员真的要强力监督这件事情，买了一个很贵的东西，完全没用，那到底要干嘛？